车子来了。今天就可以吃了。对呀。等一下啊，小安呢？今天不用上课，可能睡过头了。睡过头要打电话叫他快点过来啊！打电话就吃寿薯打喽。不要麻烦他们了哦。爷爷、狗狗，我是小圆，我和小安都是小吃客，今天轮到我了。你的爸爸在家里有没有下厨煮饭给你吃？没有，没有，没有，一次都没有吗？ 1年1次哦。啊，哎呦，哦，今天是他出场。那你今天会紧张吗？很紧张。很紧张啊！不用紧张吃了就不会紧张了。我们去吃吧。有东西吃就不用紧张了。哇！三次课。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车子了。哇，很美嘞，很美哈，兴奋吗？很兴奋。来，请哇，哇，哇，出发喽！小圆，第一次出任务，心情怎么样？很紧张。不用紧张，吃吃喝喝，只要动动脑筋就可以了。我听说你的爸爸是名厨 Chef 翔，对吗？呀。啊，他有给你什么 tips 吗？你分享一下他啊。说吃东西不可以乱吃。我猜，也许他在家里吃相不好，每次吃东西这个食物掉满桌，对吗？那你爸爸是不是讲你嘴巴有洞？呀，你有没有跟他讲？对，嘴巴真的有洞吗？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的步骤是这样，要先动动脑筋，然后猜对了才有机会开口吃东西。哦，OK， 对，你一直我们要猜怎么猜？哦，这个。啊。哦，哇，果然他知道了。今天就让你来开吧。喂，枇杷膏，鸡精，黑酱油。你闻打开来看看，闻一下。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小心啊，小心。来，我闻一下。哎，黑酱油啦。虾头膏。哦，你闻过？你有闻过吗？你有闻过吗？里头我就闻到虾了。哦，对，我有闻到虾海鲜。虾膏。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手动的那个。手动的。那沫。手动的沫。对。所以我们今天吃手动。手动是马来话对吗？对呀。所以如果我们一般要用华语讲的话，就叫做苏东啦，对了。其实哈，我跟你讲，我们新加坡人每次都讲手动啊，这手动其实里面就真的分起来有很多种的啦，有一种比较圆的，然后它肉比较厚的，其实叫乌贼，也叫花枝啊。哦，我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八爪鱼。哦，对，也叫章鱼啦。章鱼，哇塞，今天第一道会是什么呢？我们来开吧。 OK， 我们来开。哒，哎，为什么这样子？我要哭了啊！今天全部都是，哎，这个好像是很像蜜糖哦。你闻先。哇，对了，来，你闻先，你先闻，你闻先。哎，这个闻味道蛮厉害的。很familiar，不是蜜糖。不是吗？是蜜糖呢。不甜的，不甜是的。蜜糖啊。甜的。会不会是 caramel？ 会不会是麦芽糖 ？caramel 是 caramel 吧？麦芽糖可能是有烤东西的。哦，是蜜糖啊。有时候烤东西也是可以用到蜜糖。是蜜糖啊？是蜜糖啊。手动跟蜜糖哇，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如果以我的年龄，这么多年来好像没有吃过这样。对吗？所以如果你没有吃过，我一定是没有看过。但是我蛮期待的。让我们一头雾水。现在我们要去吃传统美食喽！下车喽！哇，路途遥远啊，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哇，前面那边啊。但是我跟你讲，来海边一定是吃海鲜。路途虽然遥远，但是值得。走。好。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想不到啊，是。如果知道这才怪。Oh my god！
我觉得哦，这个是我人生中吃过大概1、2次而已，印象不是很深刻，因为我记得是在竹草滩吃的，是比较甜，还有脆脆的。我曾经有去马来西亚吃过，这是个海鲜的餐馆，这个老实讲，在新加坡已经很多年历史了。但是很少找不到。跟你讲，有没有点很少对吗？炸小手冬一定找得到的，让我想起了以前的那种味道。因为咬下去的时候，其实能听得到它的 gro 很脆嘛，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炸的时候，那个时间他们拿捏得很好。可是我吃的时候，那个味道很特别，因为有那个海鲜的那个鲜甜味，还有加上我不懂有没有蜜糖啦，可是那个酱，他们用的酱呢也是蛮甜的，真的是有想到以前我阿公带我去吃的时候，那个味道应该是差不多这样啦，应该是这样啦。还有这道菜对吗？除了会甜，还会辣，一点点辣。哦，这微辣，对但是我觉得那个辣的层次哦，不是来自于辣椒，应该是他们放了我不懂什么啦，有可能姜还是什么，不是来自辣椒，我觉得啦。胡椒粉。不是，我就是不知道。我在讲，不是，也可能是真的放了一点点小的这个辣椒酱提味。我很好奇它的煮法。我父亲在1971年的时候就在德光岛开业了，总共有52年的历史了。炸这个寿冬仔的时候，火候是很重要的，太大火它会烧焦，太小火它会不脆，所以我们的厨师都要控制得很好。做寿冬仔的酱汁，我们的材料有青葱、辣椒酱、蚝油、蒜头、白糖、蜜糖，还有芝麻。这个很好拿来当零食吃。我跟你讲，会不会？因为现在是炸的，所以你吃出来那壳的那个口感很好，很香啊。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吃出那个小寿冬的那个原味道的原味，真的，我觉得还是我想到我妈妈买回来从巴萨买回来，然后自己去蒸。哦，蒸那煮法就不一样了。姜丝，然后放下去蒸，然后就很甜，然后你再沾那些酱青也好啊，或者是鸡子的汁，甜甜的那种就好了。怕上火，配一下这个这也是一道我们这里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哈，妈妈的菜来了。配一下这个鸡这也是一道我们这里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哈，妈妈的菜来了。这就是我在刚才怀念的妈妈的菜。它放下去的时候就，好像你蒸鱼之后，其实那种味道是生的。这个已经是熟了，是白灼的。呀。我妈妈只是用蒸的啦，当然也放姜丝，但是现在他们专业的呢，你看它是用白灼的，然后也是放姜丝，放一些其他佐料，还有酱汁之类，应该是比我妈妈的更精彩。这个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会有点酸。是啊，酸甜。我觉得哇，这个蒸的哦，那煮法很简单，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加很多调味料，是什么？完完全全你吃的时候都是那个寿冬的味道。对了，所以你现在就知道，香，每种不同的食材做出来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最重要的是要吃出寿冬仔的新鲜度和原汁原味。它的煮法是把寿冬仔清洗干净，然后用开水汆烫8分钟就可以捞起了。接着煮滚酱汁，然后把寿冬仔放进去，再煮一下，主要是让它会均匀。最后再把油爆的姜丝和蒜蓉撒在寿冬仔上面，就可以上菜了。白灼的做法几10年来都没有改变，不过有一些顾客说我们有点老古板，不过古早的味道都是最好吃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啊，同样的食材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这个佳肴。好像这道菜，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很出名了。可是这道呢，好像比较少见。我跟你讲，其实你点的话，他们厨房有办法做，而且做这道的话，肯定要用非常新鲜的才可以。对，所以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等一下，这个是它的羽毛。哦，不是，我找到这个，这个是它的软骨。刚才我们在车上有讲到吗？鱿鱼对吗？也是有2种的，鱿鱼里头呢都有软骨的啊，就是跟你的不一样啊。对，但是这是
个是可以吃的吗？可以，你可以吃的你。看我都吃下去了，这个没关系的。但是你如果太大的话，你不吃也不要，太大就不要这是没有味道的。书生大哥，这个姜是有炸过的，对吗？打过，难怪，因为我觉得炸过的姜跟普通姜那个味道很不一样，而且你搭配这个手冻一起吃的时候呢，不只有那个手冻的那个鲜味，还有这个还有这样的香味。耶。你现在越来越懂得吃了哈。但是老实讲了，我们家里妈妈做就没有这么仔细，他们就是用生姜切了，它只是目的只是要去掉海鲜的那个海的味道。对对对，但是这个呢，他们专业的，它炸过是很香，也可以提味。但是也不要太多。我个人反而很喜欢，就是这样清清淡淡，单纯这样吃手冻对了，好对。吃多一点。你看你的盘有很多，你不吃。吃了这2道手冻的菜肴之后，你们猜我们会去找有关这菜肴的哪一种食材？你不懂啊不？要看我啊，看他。没有，我们全部都不懂。我们不懂。等一下，我要跟他这样。嘿嘿，哇，奇怪，哎，找食材找到大学来啊？我也不知道，你问我也不知道。哎，蜜蜂，蜜蜂，你看 I am different bee， 蜜蜂，有可能我们是要找那个蜜糖。因为第一道里头有蜜糖吗？有用到蜜糖吗？对对。没有来了，问有人来了，问他一下。他在休息。Hello， Hello，我是 John，欢迎大家。你好。欢迎你们来到奇峰园。哎，但是我很怕蜜蜂哎。小朋友不用怕，我教你怎么跟蜜蜂做个好朋友。可是我这个老朋友也是很怕蜜蜂的。哦，老小也是，每一个人可以做个蜜蜂的好朋友。真的啊？啊，不用怕的。哦，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看蜜蜂了吗？好了，我们去，马上去。可以，走。我们走，这边吧这边。这边。欢迎你来到我的蜜蜂园。啊，Mr. Zhong，我想请问你们为什么会想到在大学的天台养蜜蜂呢？哦，我的目的就是要鼓励新加坡人呢，改变那个屋顶啦、空位啦，去养蜜蜂啦。利用空间。啊，利用空间去养蜜蜂。可是为什么你会要鼓励新加坡人就是养这些蜜蜂？有什么好处吗？蜜蜂很重要嘛，蜜蜂它去采花、采蜜那时候呢，叫做 pollination。对。有这个 pollination 啦，又有 fertilization。有 fertilization 又有种子，有果子吃啊。就是如果没有蜜蜂，就没有 pollination，一切就没有了啦。对啦，这个世界就没有水果了。啊，所以这蜜蜂还有给我们好处，有蜂蜜好吃啊。哦，对。喉咙不好的这可以泡蜂蜜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这些箱子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箱子是他们的自己的家，哦，比如这个是你的家，那个是我的家，每一个箱是每一个人的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 beehive。啊，比如这个是我的 top bar beehive， 哦，这个很容易用，等下我们开给你看。好。那其他的呢？这些比较小的，或者是那些四方形的呢？第一个是给无刺蜂，第二个是日本的 power box traditional power box beehive， 第四个就是 Langstroth hive。Langstroth hive 通常这个 commercial beekeeping 啦，他们用这个 Langstroth hive。哇，我们今天真的也学到东西。我还以为是不同那个形状的那个 beehive 是代表不同种类的蜜蜂。可是呢，他们是不同国家的，他们对这个蜜蜂的家的概念是不一样。他们造的蜂箱不一样。对。你每一个箱都有名字的。对了，你有没有觉得我的名字呢，全部是你的名了？哦，有原因的吗？这些名字？有，因为那个工蜂啊，全部的工蜂是你的。哦，这是女孩子的名字。工蜂就我隔壁。工蜂是我隔壁啊，他们都是工蜂你就我隔的。壁，他们做工的，全部蜜蜂是你的。哦，所以男的蜜蜂不会做我隔壁。那个男的只是最懒惰的哦，他只是培养才了。所以这些箱子里头的蜜蜂都是一样的品种吗？一样的品种。那现在全部是 Asian honeybees。哦，Apis cerana。那里面有多少只蜜蜂？这个总共差不多有10万只蜜蜂。有10万只。是了，这个有差不多2-3万蜜蜂。有什么办法把这个蜂引进去？一窝蜜蜂里面只是有一只蜂后，
那个蜂后它有个味道，英文叫做 pheromone。那个 pheromone 好像花我们的香水怎么样？会吸引异性的。这样它会去吸引他们的自己的家的蜜蜂来它的自己家。每一个窝的蜜蜂有自己的味道，一个那个香味。这个香味就好像他们的地址这样，这样他们就不会跑错家，也不会迷路啦。就是他闻到那个味道，他就知道他们的赶走，给他们这个工蜂赶走。那我有听说哦，就是蜜蜂啊，如果闻到我们身上的香水，它也会飞过来，是吗？最好是去蜂源的地方呢，就不用喷香水了。因为蜜蜂会它的 smell 是很敏感，嗅觉有些香水可能会引这个蜜蜂来到我们的。这种还好，我今天没有喷香水。不过不用怕，不用怕的。如果蜜蜂飞到我们来了，它根本是不是要叮我们的？蜜蜂飞到来我们的身上呢，它也是要喝水。怎么喝水呢？水从我们的汗的水来喝，还有那个 mineral salt， 那他们从那边。这样如果有这个情况呢，千万不要打它，不要打扰它。我们不打扰蜜蜂啦，我们跟蜜蜂根本是可以相处的。对，你不要去攻击他们，他们就不会觉得你是对他们有害的，他们也不会攻击你。对的，我们不攻击他们，我们不打扰他们，他也不打扰我们。他要去采蜜吗？他的第一的目的是要采蜜，他要去找花去采蜜。OK， 那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想问，我们有没有机会看到里头的蜜蜂？你来到奇蜂园，每一个人一定有机会看得到。不过呢，我们要保持安全第一啦。好，现在我开了哈，给你们看我的蜜蜂。准备。OK 不过不要，蜜蜂不喜欢很多声音，不可以吵。声音给的蜜蜂很大声音啦，蜜蜂也是很生气。有学到一样的。OK， 我现在看了。看这些蜜蜂，它们是在做它们的巢，它们要清洁先，清洁了就做它的巢。现在我放住这边，这个蜜蜂要慢的动作，不能够很快很大的动作。你很快很大的动作，这蜜蜂就很生气。哇，这是第一次我看真的蜜蜂。OK， 好。已经有了。这个已经有蜂蜜了。这个是蜂蜜他们自己创造的。哇 ！OK， 这样好吧？你拿。OK， 我不要拿可以吗？你不要拿 OK， 你给大人拿，你给大人拿。拿过来大哥。它开始飞出来了，这些。对。OK， 你看，没有，它现在也不会恐吓我，是不是 ？John，OK， 怎么样？放住。OK， 这你可以拿高一点，你看那个蜂，这是全部是工蜂。我不想。观众可能比我更加心急，有看到这个蜜蜂是这样的哦。这个是全部。不用怕，你只是稳定，不要动作。你的手不要动了，蜜蜂。你的手不要动了，蜜蜂。手不要动。手不要动。不要动。OK， 不用怕的。OK， 我不讲。OK， 我不讲。你不要讲，你很难得到的机会对，你来到了一定要做的，你要做勇敢的孩子你看怎么样你的手指怎么样？不要动。怎么样这样你看，哇，你看蛮轻的嘞，真的很轻哎。你现在害怕吗？不害怕。你看，现在你是很勇敢的孩子了其实是蛮轻的，我还以为会是很重。因为这个还没有很多蜂蜜，越多蜂蜜就越重现在没有怎么。不过这边蜂蜜有一点点吗？有一点点。那通常你们要怎么知道几时才可以采收这些那个蜂蜜？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因为那个巢呢，如果那个巢很多这个白色的蜡，有的蜡，它那蜂蜜已经熟了它就封住那个蜂蜜，用蜡去封住。我们看到很多白色的蜡，这样那个蜂巢就是熟的。这样我觉得会不会是属于水果的树木的花？它们的这个蜂蜜会比较多，是越多水果的花，蜂蜜就越多。哇可是说到蜂蜜我真的开始流口水了。我想问，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尝这些蜂蜜？我刚刚采了一些蜂蜜而且不是刚刚采了一些蜂蜜，不过一点点采了，没关系，有机会尝到。我们一点点来，我去采。来，快
快，我们来吃吧。这个是我自己的蜂蜜做的啊，100%新加坡的蜂蜜，这个是百花蜜，百花蜜哦，是什么花都有，什么花都有，所以你们采了这些蜂蜜，你们没有经过什么加工，就直接放进这个罐子了。是不能够做对对对那个啊。等下，哇，超香，一点点的蜂蜜哇啊，在这个啊，那个蜜蜂啊，要它的一生的蜜蜂，一生的 one whole life，给你这么少的才可以做出这这样多个成分的蜂蜜。你真的让我们学了很多，谢谢。妹妹，谢谢， OK，谢谢你，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哇，哎呦，有蜜蜂，蜜蜂耶，蜜蜂。没有人，没事没事。耶！哇，活的章鱼，你们有吃过吗？活的活的啊，其实我没有吃过哎。我跟你讲哎呦，他们在韩国的这个海产市场哦，就有卖活的章鱼，有一张的那些咱们特备的那个酱汁，那放进你嘴里。那个辣椒酱啊，那个辣椒酱对吧我跟？你讲，不是好到吞不下去的，是被吸住，吞不下去。每个国家的处理的方法都不一样。然后在泰国，他们拿那个鱿鱼，他们有他们的辣椒酱。细长那种的，在辣椒酱，他们直接沾，然后就这样吃。也是活的。活的也是活的。哇！它放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觉得啦，那个鱿鱼哦，应该是呛到了。你放进去，然后它这样咕咕咕，它就吸进去那些辣椒酱。如果它被刺激到，它的有没有喷那些有，墨汁？我看到一些视频，有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个鱿鱼黑色的，喷那个墨汁那个墨对。那个墨汁你要赶快放在嘴里，因为他们说那个墨汁是对身体好的嘛。真的啊。现在黑的多好。这个手冬哦，其实营养价值很高嘞。我查过了，好像是含有高蛋白质，而且有含磷、铁、钙，所以有帮助这个骨骼发育。OK， 你懂吗？你现在正在发育当中，应该多吃一点，让你的骨骼更加，但是不可以吃太多。对。尤其是有那些敏感皮肤敏感。对。因为我外婆有跟我说过，我会有一点点湿疹，所以她不让我吃这个手冻了。哇！所以等下一道你不可以吃了，刚才你吃蛮多了嘞。她不让我吃太多吧，太多。OK， 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们要不要看一下第二道？第二道应该是吃什么？可以不看吗？可以了，我跟弟弟看了，你们不看。那等一下带我去吃就好。 OK， 我们来看看。哦 ，barbecue， 这个是烤串哦。是吗？耶 ，barbecue，烤串，应该是啦。我觉得是，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不懂哎。这个不是 screwdriver 嘞。是这个不是 screwdriver 嘞。我这screwdriver。没有，我开始还以为是那种 gas 点火的。可是很有趣，他们这个真正的用途是什么？我不知道。给我看。可是我觉得这个是烤串啊，那种烤串那个是木的有一点像，因为那个太长，没有那个因为制作单位放不下这个，对，所以他们就拿短一点的。所以呢，有可能是烤串哦，真的是哇，烤章鱼哦。我妹妹的那个煮饭的玩具也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没有看过，真的没有。他们放2只，他们可以放1只，他们不要，他们放2只。那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有2个。原因有没有 method 不用的啊？像有一个木柄的，这个是这个比较短，那种他们做衣服的那个线，针线的啊，那个他们做那个是铁的，这个是有点像那种缝的那种钩针的。OK， 问一下啊，可以。钩针会有跟手动有什么关系？他们就过出一个手动哦。我真的不懂。我有一点不甘心，因为我猜不到这个是用来做什么。你最近有没有叫妈妈再买猪脑给你补脑？不够，应该要补，应该要补。我们用完了，所以我们想不到这个多期了。现在我们要去吃适合小朋友们吃的美食喽。到了，哇，很晒哦！来，应该是那边了，那边。应该是那个啦，说。那边，那边，对。哇！哇！我看到我喜欢的日本餐馆哦。啊，不错，来。哇！
弟弟说他会闭住眼睛，对不要看，对对，OK，要给他一个惊喜喽。哦，噔噔噔噔。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做面包，面包。我这个头脑是黑色的，为什么？这是什么？你不懂这个是用来做什么？不懂。我真的不懂，我对你知道这个日本餐我比较外行，真的我就不懂。喂，哇哦，哇，你们看到还有后续的，哇哦，有做一粒圆圆在里面的。 correct。大锅哦，焼き啦，大锅焼き，大锅焼哇，き。真的。哇，我真的今天我头脑不懂为什么讲。等一下，那我们要自己做。不是，应该是要请师傅做，对吗请师傅做这个你会做吗？你会做吗？不会。没有啦不会的，sorry 哦，应该是小朋友自己做。没有。老板没有回来，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哇，老板，嗨真的是有惊喜。耶！我们现场做，现场对，火帮你们开了，所以你们可以自己 DIY 尝试这个大锅 yaki。哦，自己做的啊，哦，那我们就谢谢接受老板挑战，谢谢好。好享受。哦，原来刚才我们在车上看到的这2只是用来做大锅焼き的。我跟你讲，我们平时也是有看过，可是没有想象这个东西出现在这里的。不过我们平时有时候，现在你看，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嘞。你看啊，这个应该是面粉吧？对，可能是吗？而且这里有那个主食，我们的章鱼。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比较细条的那个，对细心的那个章鱼须。首先最重要的步骤是预备的工作，做那个章鱼的须，我们首先要把它切成小段。过后呢，有其他的材料。准备好这个材料，我们也是要准备那个 batter， 需要那个面粉啊 dashi water、油、盐、酱油 and mirin。所有材料好了，面糊也好了，我们就可以准备煮了。噔噔噔噔，我是这样的啊我不懂啊，应该是这样吧这个我们没有请教嘞，但是这个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这样。OK，那弟弟，不然你从中间这样倒了比较好。不要，不要放它完。哎，有听到声音哦。我们太少了，这个不是一半呢，这个是哦，sorry，一点呢。可以。我看应该是有必须2次。OK，我们先做3个。我就放这个 OK，先放料啊，我觉得你做出来的，然后等一下可能还有再放多一点下去。你做出来这个大锅焼き哦，应该是迷你版的。对，是小粒的。要把东西放下去吗？啊，对，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因为我觉得你放很少的时候呢，它就煮得很快，煮得很快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所以我们要快点做。我们今天有没有东西吃？小心你的手不要放太低。等你就要倒这个倒可不可以完。再把它盖住对，带多一点，一点点就好。OK。哦，聪明哦。因为我在上网有看过，哦现在做这个。哦，OK，好了，那就等一下。对，我是本来是想说，问一下什么时候就可以放过来，还是有全部可以？我觉得是靠感觉啦，靠感觉，还没有，真的是靠感觉来的。可能还有再等一下吧。等久一点。对，对，just 转了一下。可是就不美，还是要再等一下。哎，不错了，再等一下吧。OK，可以，而且你这样煮出来应该只有半粒球 OK， 差不多啊。你看这个，就半粒球而已。像第3粒应该是不错。对，哇，蛮美的，哇。成功吧，成功。我们讲成功没有用，要老板做成功对，那才是成功。老板。哇，蛮美的，哇！成功吧，成功。我们讲成功没有用，要老板做成功对，那才是成功。老板是成功一半。因为他只煮了半粒出来。对，才一半啊？对，成功一半为什么呢？其实那个技巧是把那个 batter 全部倒完。首先我们要开火，把油刷在那个铁板，让那个油温上升。那个油温已经够了，就是把那个面糊均匀的把它倒在那个铁板里面。面糊已经倒好了，你就可以把那个原料放进去。等它半生熟的时候，你就拿那个筷子就把它们切。这个是最难的部分。切好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铁板都有很多四四方方形的面糊。技巧是把筷子放在那个圆形的里面，转一下子，整个面糊就会翻过来。翻过来的时候，你就把它们塞进去，再转过来。大锅的圆形其实是靠那个铁板的圆形来制作的，所以翻过来塞进去，
就好了。说这道菜很适合家庭，特别是有家庭有小孩子8岁以上的，都可以一起来做。父母和孩子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可以增进感情，也特别的是可以做一个 team building 的体验。漂亮哦我觉得我们应该试一下啦，我们直接吃这3粒先，然后再先吃它的。这样我们趁我们在吃的这个期间，我们把它全部倒完它。对，这个是很好玩哦，说很好玩的，给小孩子。最好玩的给你这玩了。个一定是给小孩子的，对啊，你要吗？我要，谢谢你。好，书生大哥直接这样吃，我跟你讲放那个鱼片。里面还有一点糊，可以再久一点，可以再浇一点。可以再浇一点吗？哦，真的，味道还不错哎。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里头不是完全煮熟了。没有，它的糊还是在绵绵的，还可以再给它收一点点。哦，真的吗？哎呀，对，可能因为我们3粒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把其他的全部都翻过来吧。其他的 OK。啊，哎，整粒是圆的哦，这样可能这个方法是对的哦。我觉得刚才我们那个是好像有点椭圆的那个。太久了，我们要多一点，一起下功夫。我们一起弄吧。给正好哦，。你的大哥很特别，深色的哦。你放那个姜放了很多哦，整粒变到红色。不是，我们的手势可能错了。可以看第哇，你一个。这翻的功夫还比我好了。所以弟弟，你觉得好玩吗？很好玩呐。很好玩啊，很好玩。哎啊很我跟你讲好玩呢当它熟的时候哦，你挑它就容易了。说这样你看啊，说啊，它就忘记了，忘记了。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就小朋友来这边亲自这样体验一下哦，他们会学到很多，因为他们就会知道 takoyaki 是怎么做。哦。好哦，不错谢谢你弟弟，我们直接吃这个吧。陈爷爷，你的冰淇淋还不熟，冰淇淋啊，你要粉红色的冰淇淋。所以你不用担心，反而担心这边的，哎。太烫了，太烫。他放了姜哦，没有，我跟你讲，没有，他放太多姜，姜的味道，很香，但是还完全都是姜的味道，对吧？那姜的味道，哇，有点烫，而且我觉得呢，它煮的其实刚刚好，因为外面就有一点脆，因为就有一点焦啦，可是脆的焦啊，可是里头还是软软的，所以吃的时候呢非常好吃。 Oh my god！哦，还有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章鱼一定要烤熟烤透，才能吃到它的鲜香味道，尤其是现烤现吃，更是让人垂涎3尺啊！我在车上就在想，今天会不会吃到烤的手冬，终于梦想成真。哎，多一个，老板，要闻一下。哇，明太锅 sauce， 这个是不是明太锅？哦，明太小心烫，小心烫。哇！在讲的啦，这个。我跟你熟的日本菜里面，我最喜欢吃的明太。今天这2样都是我的最爱。你看，哇哦！我觉得这个烤的手冬真的他们烤得很好，因为你吃进去的时候就很香，然后你继续的咀嚼它的时候呢，那个汁全部出来。对，对，很多汁。我觉得不会太硬，又不会太软。很 Q 弹啊。对，很 Q 很 Q，对对对。整只手冬其实都很美味。现在我们就慢慢的去品尝。来 ，Let's go。哦 ，OK。哇，吃饱了，没有力。吃饱了没有力？没有力。来哦。可以，开了。 Let's go。哇，今天也是烤鱿鱼，真的我很喜欢。如果是炒鱿鱼也不错。你们有没有吃过炒鱿鱼？爸爸有炒过等一。下，炒鱿鱼这个字很熟悉。是。是可以吃，可以吃吃炒的鱼啊，但是被炒鱿鱼就不好。哦，对，被炒鱿鱼，难怪很熟悉。哎呀，怎么会叫做炒鱿鱼？
呢？因为以前这些员工呢都会住在老板的店铺楼上如果你表现好的话，继续做下去；如果你表现不好的话呢，老板就会叫你卷铺盖走人。因为你在炒鱿鱼的时候，那个鱿鱼就卷起来嘛，鱿鱼片的时候，它就卷起来，手就卷起来，好像像那些外地人，他离开的时候要把这些铺盖卷起来。对。难怪叫做炒鱿鱼。哎，可是我是有听说过，现在不止老板炒员工的鱿鱼，员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哇，我们讲到这句话，好像大家都很开怀这样的。我希望我不要被炒鱿鱼。才有机会炒老板的鱿鱼。对，我们接下来这一道。终于讲到这个了，我也忘记讲了。他就是很期待想要打开这个点心蒸笼，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好奇心很重，而且呢，他很心机他很心机嘞。他什么什么都要直接来。因为你们知道我很心机对吗？所以开吧。我还以为他要讲，接下来的不是你的嘞，不是啊，这是狗狗的嘞，创意料理的嘞，没事 ，sorry 的话你就打开 ，OK， 鱿鱼的薄片，我看一下，它的薄片，它的软骨，软骨啊，对呀，真的是嘞。我觉得这一道的创意料理应该是用鱿鱼的薄片这个软骨来做出一道菜。其实呢，我们每次讲软骨，其实这个是它的内壳来的，就是来支撑它的身体，对吧？不然它整个人就软掉了，不是人这个整个鱿鱼就会软掉。对。其实你不要小看它它可以作为药品的原料，还有食品的添加剂。我跟你讲，在北海道很多人把它当做下酒菜，在那些居酒屋他们就拿这个，然后用淀粉还有调味料来腌制，腌制之后呢，再大火去炸它呢，出来就会很香脆。没有开玩笑，有可能今天我们就是吃这个喽。可能呢？可能啊。我们开第二笼吧，要不然。你看是不是他比我们更心机？你看 ，OK 了，你开了，噔，炸的什么来的？噔，炸的什么来的？面包，都不是汤来的吗？汤来的。我看到了，汤应该是西式的吧？我觉得西式的。龟素，哇哦，蘑菇鱿鱼汤，但是会有跟我有点像那种意大利的那种。意大利，你不是想吃意大利面吗？这个有点那个，这个只是没有面而已。可能这个有牛奶。我觉得是有，我觉得是有。对，而且他们用的这些 herbs and spices 应该都是很香的。这是 rosemary 还是什么？这些香料菜啊。我觉得他们是有用香料菜。然后这个面包沾这个汁来吃。对。那这个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个内壳是用来让我们知道，下一道是跟鱿鱼有关的，所以他就跟你讲，这个内壳是不要了，他已经拿出来，所以他们可以拿来用道具来给我们看，所以呢，还是用剩下的来做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本来我们以为这个东西是丢掉，现在还可以给那些喝酒的人做下酒菜，你看。以前我都不知道，所以现在你跟你爸爸讲，我们今天有学到东西了，这些东西以后不要丢掉，爸爸，我们拿来做下酒菜，可以去拿来去炸的。对 ，yes。来，到了，来，走，哇，我要挑战。你看这个地方，这样美呀！来，我们进去吧。哇！来了！哇！有没有闻到？等一下，很香香味。Grilled calamari with garlic lemon butter sauce. Thank you, boss. Thank you so much. 哇！我不但喜欢它的味道，也喜欢它的摆盘。虽然简单，但是很扼要，就是看得出主题在我前面。对，非常漂亮。我还以为是汤其实是就我们照片里面对。龟素。哇哦！蘑菇鱿鱼汤。它的面包是烤过，这个是尖头面包，也很有古早味嘞。通常人在用来蘸那个咖喱的，对吗？所以在这个就上心了。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手动好像去皮的，还有那个透明的内壳也取出来了。
也是烤过了，你看，烤过的，哇。 But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s actually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it's not overcooked. Because it's squid, it's calamari, when it's overcooked, it becomes rubbery. Number two, to ensure the smell, it doesn't overpower the dish. 哇，很有咬劲，但是又有一点脆。我觉得它这个食材很新鲜。 它的汁很香，而且呢很顺滑。你用这个面包沾下去的时候，那个面包也是烤的刚刚好。你看它层皮啊，很脆。它有这个 garlic 面包是吗？对对，它是用 garlic 面包的，然后香哦，里头是软软的。然后你沾上这个酱的时候呢，哇，那个味道就很香，比较鲜甜啊，鲜甜的有点。你不要再这样吸引我好不好？而且这个还没有吃完呢。我吃了这个很有那个 cream 的味道。 对，因为它用的是奶油嘛，而且加上它有放那个 chili flakes 啊，所以有一点辣的那个层次在里头。它会辣，对，在上面不多，一点点而已。这个辣椒干的，我这边吃完之后呢，跟你说绝对有饱足感，这个很暖胃，真的。那个面包很脆，对哈，而且它这个。 烤得很好，很香，真的很好吃。所以是说这道创意真的是给我留下蛮深刻的印象。 Well, the uniqueness of this sauce is that I created my own garlic lemon butter. The type of cream that we use, that's also unique. So when people eat it, not only is it creamy, but it's a spice to it, a little kick to it that stands out. So on top of that, that special garlic lemon butter mix, you can't pretty much get it anywhere. Our garlic bread is, we have a special butter spread, which consists of a bit of salt and garlic, but there's also a bit of spice in between, so to create that extra to the garlic bread. 不错，我觉得这道菜真的是非常特别，因为呢，你看到 cream 的时候，你就觉得是西式的嘛。对。可是因为它加上了这些 chili flakes 啊，还有那些蒜头的味道，就很像罗哥的味道啊，本地的味道，哇！那这不是中西合璧的，应该是新西合璧。新西合璧啊，创意料理非常特别，很有创意，真的很有创意，不错。我想问，这道菜是从哪里来的？从哪来的？从厨房里面来的。没有啦，哪一个国家？从哪个国家？从新加坡。新加坡它是做出来的。你刚才不是一直有讲吗？好像是新西合璧的嘛。你没有听啊？ 他顾着吃而已。对了，这证明他的东西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们的小袁都是拼命的在研究他的味道，然后他想到这道菜寻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个哇，你很专业。所以你有听到爷爷讲什么吗？没有。他讲一大段就是为了你，你没有在听。你知道他们的酱是可以这样单单吃的吗？单单吃的就是这样的这样。所以他们放这些面包在这边哦，非常聪明。对，用面包这样沾的时候，它会吸收它绝配。这边还有，不会说太腻。今天我们吃的很开心，让我们来回味一下。第一道是传统的收东仔，还有第二道就是 DIY 章鱼烧哦，还有第三道我们这个奶油酱收东。所以呢，哪一道给我们最大的惊喜呢？我们由小弟弟来说先。对，OK，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 DIY 章鱼烧。哦。 为什么我会选这道？是因为呢，我们可以 try 怎么做这个 takoyaki， 对吗？这个 takoyaki 又好玩又好吃。他喜欢玩，对，因为那制作过程小朋友很享受嘛。对，我跟你讲哦，自己做的食物呢是特别好吃。对，当然。那树生大哥，你要先说还是我先说？就让我先说。好，来，今天真的吃得很开心，因为我喜欢手动。但是呢，我跟你讲，你们知道为什么喜欢手动吗？不管它是烤的，或者是炸的，还是白灼的，我都喜欢。不过今天呢，我特别喜欢我传统的这个白灼小手动。因为呢，吃出那种鲜甜的味道，有海的味道，也有妈妈的味道，所以我还是选它。我也是会选这道哎，真的哇 ，Give me five！ 你知道这个收东仔的原汁原味，它的海鲜味，而且呢，不要忘了它的酱有那个清爽的味道，还有那个炸姜丝，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呢，十全十美。
perfect。哇，你还十全十美，100分啊！100分，我一定会给那道100分。因为我们都喜欢有妈妈的味道。对。哇，那下个星期我们又吃什么好料呢？那我们3吃课下星期见。见。